就是我其实觉得很惊讶，前几天在Instagram Story 上面发大家2020 resolution 的时候，大家给我很多很有趣的要怎么说回复，就是应该说来这里之后，我在上面说的那些话，很多时候是我在这里跟这里朋友在聊天会提。Anyway， 所以不过还蛮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做New Year resolutions， 然后我很常做这件事吗？然后其实没有，就是我上一次这一本是我的那个 resolutions 的本子，它其实也不是 resolutions 的本，它其实就是一本我的 journal。我去年做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时候是在一个咖啡厅，然后其实去年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也不是1月1号，就是不是西洋的，不是国历的新年，其实是农历新年。然后就这一本，它其实是一个几乎很像空白的一个笔记本，它其实就是 bullet journal。我不知道中文，子弹笔记本，对，子弹笔记本，对，中文是子弹笔记本。我其实就是这样，快速，字太丑了，就是我写了，这是2月9号的时候，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的。我觉得 New Year resolutions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蛮有效的，就是我自己很惊讶，就是我还蛮满意我的成果。虽然说我当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太多，因为我当时就是心情很差，就是非常非常差，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寒假吧，就是从台湾，我好像回台湾1-2个礼拜，好像2个礼拜，回来 LA 之后，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这样就是过得很不好，就是自己啊，就是我把自己就过得很不好，就是生活过得很不好。我其实，在台湾就是一个很在乎生活的人，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啊，读我想读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好好过日子。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发现自己状态很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不行再这样，我应该要做些什么。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一个 journal。所以我的第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s 我写，就是因为我礼拜6的时候有一个课，主要像我现在礼拜6是教小朋友中文的志工的课，可是他们也有大人的课。它是1个礼拜1次，就礼拜6，所以1个月有4次。但是我以前就是都没有去上课，我就是给自己的 New Year resolution， 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1个月至少要去2次1个月，1个月去2次那个课。我如果说我那个月的出席达到100% 的话，我可以为自己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第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。我的第二个就是，我想要让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，就是知道我对他们的感觉。所以我第二个我就写说，show my love and grateful to at least 1 person per month。这个事情是不一定是文字，不一定是面对面，也可能是一个卡片或者一个小笔记，一个 note 这样，一个 memo。然后第3个是 share any sweet or positive story or thought with people around me at least twice a month， 让自己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观察力，增进自己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观察力，并且与别人分享，就身边的人分享。然后第4个是，就是 read the books from dad at least 30 minutes a week， 就是对不起我爸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读啊，超对不起他的。这大概是我唯一一个几乎没做到的事吧。Anyway， 然后第5个是 keep writing at least once a month，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很喜欢写作，就小时候从国小开始。就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事，直到我去年暑假回台湾的时候，就遇到我的作文老师，然后我们就聊天，就是长大了与老师像朋友一般的聊天，我们就觉得说，我应该要继续写。那其实不是说我想要当 blogger， 或者是我想要出书或者什么，就只是它是一个习惯，而且透过写作你可以更认识自己，所以。就是这是其中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s， 可是我告诉自己就是不限形式，可能是一个故事、一个日记、一个信等等，就是
就是 keep writing at least once a month。第二个就是不要再当一个冲动的购物者。我其实没有很冲动啊，我觉得我没有到真的很冲动的购物者，可是就是身为女生还是要提醒她自己。我自己觉得这个做的蛮好的。第7个是发现自己的优点跟专长，然后还有缺点。At least once a month， 就是也是1个月1次，就是我希望每个月都发现一个自己这个月做的很好的地方，或者是我这个月要再加强的地方。我觉得也是，可能是学校或者工作，或者是生活习惯，或者是跟朋友之间说话方式，不局限任何领域。OK， 第8个是 work out twice a week， 就是去健身房1个礼拜2次。我这东西在前半年做蛮好了，可是到后半年就是因为真的太累，就很崩溃。早上可能7、8点去上班，5、6点下班之后7点到10点上课，就是下半年就是1个礼拜我去2次，1到我真的昏倒，然后再加上周末我礼拜6去当志工，就是1个礼拜2次。我下半年真的没有怎么做到，很可怕。但是对要减碳，我觉得很惊讶的是，我其实这8个 resolutions， 我第1个是做最好的，extra point 还做好做满。我写完这8点的时候，其实我去年1整年没有一直去翻这个本子，可是你写完这些东西，跟在你决定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很认真的去想过说，这些东西是我真的想要做的，那我觉得这是重要，对我来说是重要，所以你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其实你写完之后，他们就在你的心里了，你根本不需要一直去翻它，去好像工作项目一样，就是我什么该做什么该做，就是它不是一个这样的方式让我写出来的。所以其实尤其是第1个，我知道我要去 twice a month 的时候，我其实根本不是抱着说我1个月至少去2次，我这礼拜去了1次，我2次达成了，我就忘了这件事。没有，我其实就是不知不觉的，就是每个礼拜6时间一到，或者是礼拜5，或者是如果说有朋友跟我约礼拜6要去做什么时候，我就会说就是可能不行，因为我礼拜6有事情。它其实是一个你对你自己的 commitment， 你告诉自己你必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在乎，而且你不会去让其他事情阻挡你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方格，但是它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课是每个礼拜6嘛，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很像小月历的东西，就比如说1月、2月，比如说1月26、2月2号、2月9号这样，然后把日期写出来。我如果那天有去的话，我就会涂颜色，对，就很像小朋友，我就会涂颜色把它涂满。我到 the end of the month， 我就可以看到说，我这个月去了4次或者什么的，然后2、3、4、5，我只有一直到5月了，因为我5月放假就回台湾，我要去1个月吧，还1个月多。所以我之后就没有一直去更新这个表格，可是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去做这件事。只是我很惊讶的是，除了2月2号那天是我已经计划好的自己的旅行，就是很久以前计划好旅行，所以因为我 Airbnb 订了，所以我那一天没有去上课以外，我1、2、3、4、5 4个月我是全勤的，对。我就觉得 so proud of myself。我还会有一个 extra point， 因为小朋友他们会有，比如说 summer camp 或是 winter camp，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多的嘛，因为它不是 class schedule， 所以我其实可以选择我不要去参加这件事情，或者是我不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可是我还是去了，我还是去做，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extra point， 就说哇，对，就是得分，就是额外的得分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因为我觉得，在一开始的，就新的一年一开始，帮自己写下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形式，可是真正的重要的过程是在于你跟你自己对话的
过程。因为当你写下来很简单啊，就是你甚至 Google 说新年新希望，或者是 New Year Resolutions 一堆什么你要吃的健康啊，你要去健身房啊，blah blah blah，就是那些东西不是说有标准答案，然后也不是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，是就像那时候我昨天打的3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什么是重要的，然后第二个是你想要什么，跟我可以怎么做。我觉得这3个问题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，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比较像是 What do I want， 就是你想要什么，可是你想要什么不等于重要，所以我就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是，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是重要的？比如说我如果是要毕业了，就是我觉得找到一个工作是重要的，所以我就会去做。对，这其实也是一个我2019完成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明年5月终于要毕业了，finally anyway， 然后所以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，就是我没有办法等到我毕业的那一刻再找工作。就我知道我的个性，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，就是我会很紧张，然后我会压力很大，我又不想要把事情搞砸，但是我知道我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会把事情就是没有做到我自己期望的样子，所以我就这次暑假回来7月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说，我要在这个学期找到一个公司是我以后毕业可以继续待的。很幸运的算是有找到，因为我还没毕业，就是我很幸运算是有找到，就是以后可以留下来发展的地方，公司也没有留下来发展，就是毕业之后。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，我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就是入口或是方法。我觉得问身边的人，跟如果说你还是学生的话，就是问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有经验的人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。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去觉得说人家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。我觉得他们只是给你建议跟想法，建议跟经验，可是我觉得你自己的想法很重要。对，就是这样。Hello。